在雪场上滑上这个板非常的拉风，同为一般一起速度，旁边的 ski、snowboard 全部停下行注目礼。丢人，没看到是树荫。没事，我肯定会剪进去的这段。花絮。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胡。今天这期视频这个场景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草率。我们在科州的一个 Airbnb 里，然后今天我们要介绍我们 Ascend 的一位新成员。他滑的板子呢和我们所有人都不一样。我们虽然每个人滑的牌子不一样，但他这块板子绝对是最有特色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滑的这块板长什么样子。啊，童伟正在打蜡。你这个板是多长来着？这块是185，对，这是我的第二块，我的第一块是178，跟我一样高。你这有点像 ski 的那个 GS 板了。它的半径远没有它的长度那么可怕，也就是一个正常 ski 的中弯板的水平，就是17米。这种板的那个宽度还比较窄嘛，所以它那个弹性蓄的势能完全比不上正常那种宽的那种单板和各种那种 Alpine 板，就是所以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它掰弯，施多一点力，它的弯形马上可以肉眼可见的变小。哦，就是很容易踩弯，很容易压缩它的半径的意思。是的。哦 ，Hello， 大家好，刚才呢，童伟刚给这块板它的爱板打完蜡。那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 squat 这种玩法的起源和历史。这种单指板这种玩法是从1992年两个法国的滑雪教练从 water ski 就是同样的板型，但是在水上玩的一种运动获得了灵感。从那时起，就是这个运动一直保持着有人玩，但玩的人不是很多的一个状态，一直保持到了2010年就达到了鼎盛，就各种板子制造商，什么 Ace 啊，然后这个板子是 Oxys， 对，就是都是这种欧洲厂商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加入制造的阵营，但因为种种原因，就是这种运动的衰落，就是可能就是因为确实入门门槛就心理这个障碍是很高的，就是两个脚并排站，然后冲向山下，就是不像双板，你可以有一个脚永远是做一个 safe backup 的感觉，但你就两个脚完全是被绑在一块即将沉没的船上那种感觉，所以玩的人越来越少。然后到现在，这个运动已经是个濒临死亡的状态。到现在玩的人，就从2010年到现在，你说这10多年间玩的人越来越少了。对，就是你可以从 YouTube 视频上来看，至少是，就是大部分的 Scout 视频都是8、9年前啊，这些都有的。现在就零星1、2个博主才在每年零星的更新视频。就这样一个状态。博主对，那个日本那个新狗，那个日本人，就是因为他我才开始接触这项运动，然后他也是每个学季稳定更1期视频，也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对这个运动，也就是进入了一个死循环，更少人知道，更少人玩，越来越少的厂商愿意为他出装备，也更难获得入手的渠道，这样子。I see， 所以我看这个板它整体的构造还有质地跟硬鞋板比较像，它整体的厚度，然后包括硬度，而且它做很长。是，那它跟硬鞋板的区别其实是最大的区别，我感觉它就是窄了不少。没错，还有弹性，它远没有硬鞋板那么弹，就是它你在弯中你施多少力，它就是变多少，它的回弹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那它其实就比较适合 free car。是的，就是你想滑成什么样就滑成什么样，但要你对弯中施压的把控要极其的精准，不然你一个不小心就是施压多一点，就是弯就变小，弯形就乱了，这么一个状态。明白。所以这块板的板腰你还记得是多少？对，12.6，这个是。只有12公分，12.6公分。一般硬鞋板我记得大概20公分上下吧，对吧？多一点少一点。这个板是185的，然后半径是17米。像童伟刚才介绍过，其实17米它并没有那么恐怖。如果它作为一块硬鞋板的话，17米其实是一个 GS， 还没到的一个水平。Baby GS。就 Baby GS。对。然后这个呢是。你说它17米，其实它很容易被踩弯，所以它比较适合普卡。是，而且因为这种板它特性，所以它的间距一定要特别的小，不然你的脚拉开很大，你根本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一个折叠站姿。所以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站距比较小，所以你施力也比较集中，可以很容易的就把它踩弯，不用像。就是我也前几天同归软鞋的跟着完全感觉就是我在劈叉那种感觉，就是完全不适应。对，你这个站距你用的是300以内，300毫米以内，就差不多就是两只脚非常近。对的。所以明天我们会上山拍童伟滑起来的样子，让大家欣赏一下这种 squat 滑起来的风采啊。那我们来装固定器吧。
可以。介绍一下固定器，这个固定器也是非常有特色，比硬鞋的那个固定器，我的那个传统硬鞋固定器，在这个面前就感觉看着像非常便宜的一个固定器。这个固定器让我一看，哎，我就喜欢上了。我可以先卡去打过来。这个固定器和硬鞋的固定器非常不一样啊。其实这个也是硬鞋固定器，只是它可以用在这个上面。哦，所以就是上次你一发这个固定器，我就觉得特别漂亮，所以现在已经买不到了，是吗？对，因为停产，你只能就是在eBay上蹲缘分。对，就是蹲，就是有可能看到一个板装着固定器，就为了这个固定器把这板整个给买掉了。这个颜色，还有这个质地，哇，全金属，是的，看着就非常高贵。不是，我那个硬鞋固定器比我的软鞋固定器还便宜，我总觉得对，就很普通。别这么说，你这个那个性能来说，那肯定是更好的。是吗 ？F2 性能更好吗？因为这个很重，它全金属 F2 它是使用复合材料的。哦，因为你看，这是铁的，这是铁的，这是铁的，这也是铁的，全是铁的。那我们来试一试，来装上吧。固定器也是分为3个部分，就是这是底板，买它。所以是这样，通过这4颗螺丝呢，把这个盘子固定在这个板上，然后再通过中间这一个大颗的螺孔，把上面这个，然后这个底座放在这儿，然后再把这个固定器通过中间这1颗螺丝固定在底下这个黑色的圆盘上，它是这样一个机制。所以你最早开始接触这个玩法的时候，是谁带你入门的呢？就是我之前说那个日本那个视频博主，哦，就是你自己发现的。对，就是纯靠缘分，就是在 YouTube 上无聊，就是右边有一栏相关推荐嘛，一直刷就刷到了。哦，你说你之前在国内滑软鞋滑了1个月就开始滑硬鞋了？是的。哦，所以软鞋几乎没怎么滑，但你现在硬鞋滑的真的是吓得我们都不敢滑了。刚入门，真刚入门。真的？那你硬鞋滑了多久呢？就是然后转成 squat 呢？我大概是21年初到22年初，这是2个 season， 我就是在滑正常的硬鞋，然后也去尝试进行一些训练，但是发现并不是特别中意奇门这项运动，但我又特别喜欢硬鞋的这种提供的这种控制感和这种高上限，然后我就开始尝试着，也没有付诸行动，心里想的有没有这种更好玩的这种硬鞋的方式，然后就直到我发现了这个，我就知道这就是我想玩的一个运动，这就是你的归宿。是的，就看到这个视频就爱上了，然后就从22，所以就是看了视频就开始从2022年的上半年就开始筹办装备，就收固定器啊，就跟那个厂商订板子，因为这板子是不可能有现货的。这是我第2个雪季在这个这雪季才刚开始嘛，所以就是上雪季你只滑了1个雪季。对，哇，那就很了不起。然后上学期我们在 Hopper 偶遇了一次，你跟 Sergey， 对的，就一个那是我老外的，才滑了20多天以上。这边我们碰到2位硬鞋大佬，这个角度，你们角度是多少度？90度。Like very narrow alpine snowboard. There is a slight difference. 我没在，我朋友们在。那时候我就已经追不上你了。当时我想跟拍一段，然后我刚穿上鞋，他们俩就没影了，是，就兜下去了。对，我一抬头人不见了。去年上学期就是一直处于摸索状态，一直是就是在疯狂的摔呀，疯狂的倒啊，就是也在雪道上坐了差不多半小时，在怀疑人生这样子。那个学期我就知道我不能退路，所以我只带那一块板，没带其他板。OK。就一直在，但这个东西确实是没人教啊，你只能自己摸索。对，我唯一的进步方法就是录视频，然后根据自己的视频和那个日本博主进行对比，然后现在也慢慢的我也觉得有5成相像了吧，我也挺开心的。纯自己教自己，是自己 MA 自己改进，这样能学会真的是太强了，太强了。是的，其他人滑的歪瓜裂枣根本看不上。其实盯着一个人学是最有效的方式。OK， 我们来装第2部分，这个底板已经装上了，就是把这个应该做一个，这个应该叫 canting platform， 就上面那些 rail 就是提供给它的那个前倾和后倾，然后上面这4个孔是为了它也是左右前后的一个倾角提供一个定位的，这就是当现在的 Alpine 固定器你不会发现的一个 feature。这里有4个孔，1、2、3、4，对应的是这里的4个定位螺丝，对吧？
这4个螺丝的用处是它能调你固定器的 canting， 所谓 canting 就是这个方向的旋转，还有 heel lifting 这个方向的高或者低 ，toe lifting、heel lifting， 然后 canting， 或者你是哪怕是这个对角线这样倾斜的也可以调，就是它这个 binding 提供了极高的自由度，你可以任意调到你特别舒服的一个角度，这就是这个固定器的优势。是，但你蹲这块固定器蹲了多久？就是每天也就是2个月左右吧，每天上论坛看一看，就当做一个日常一个看股票的一个行为，就是看看有人卖就拿下，没人卖就算了。花多少钱收下来的？这个我一共是收了2套，一套是包括2副的，很便宜，就是200刀不到，包括一大堆配件。那个老头他不滑，退坑了，我就这样捡到一个漏。现在就开始装最终部分，就是这个的 main platform， 就是就通过这1克螺母是来固定整个固定器。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螺母里面是有个 rubber ring 的，所以就它也提供了这个矿量来给你调整你的 canting。对 ，OK。所以每个人的调起来这个固定器，相当于它的这个方向的倾角，还有这个方向的倾角都是不一样的。是，你可以任意调节，它自由度极高。但后来可能人们发现，大家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一个倾角的一个选项，就是一般垫片就能解决了。然后它所带来的重量是一个在比赛里面无法挽回的一个劣势，它确实很重。这款固定器很重是吗？是，颠起来倒没有感觉，你只颠这一块，你把这3个加起来，就发现其实还挺重的。OK， 就是所以慢慢的这种固定器就淘汰了，没人用，因为毕竟运鞋始终还是并不是一个 free curve 的一个项目，始终还是一个奇门竞速项目。但是这款固定器真的好好看，对于我这种视觉系来说，我也觉得好看。我看到这款固定器我就受不了了。后面我也看到一些专门的 Scout 固定器，但我觉得还是没这个好看。好看，好看最重要。是，帅是一辈子的事情。那当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位年轻队员，童维，只有22岁，我比他整整大了10岁，将来肯定了不起。咱们那这个板子介绍差不多了，我们就明天上雪来拍一下童维的精彩表现，大家看一下这个 squat 滑起来的冲击力是有多么强烈。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看，我们今天请到了童维，单指板大佬，不是大佬，来自印第安纳。你现在还在印第安纳读书？是的。欢迎毕业了来纽约，我们大家欢迎你。我努力往这方面找工作。好。这个板就是我们昨天看了装固定器的板，在雪场上滑上这个板非常的拉风。童维一般1起速度，旁边的 ski、snowboard 全部停下行注目礼，就是看他滑过去。是，ski 爬出最恨的那人。那我就来跟拍你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跟得上你。可以的。那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板子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让童维对这个玩法如此着迷。也希望感兴趣的小伙伴联系童维，对硬鞋、对 squat 有兴趣的朋友，欢迎联系童维。有问必答，有问必答。那我们就滑一下，穿鞋。好快呀！我基本上要直板开放弯才能追得上你。对，因为这个是越高速越稳，它就是个机制。哇哦 ！OK， 开始喽！开始。还好安全过关，法拓没有管我。滑得飞快。
哎，再来一段。哎呦，好远！你觉得今天雪况怎么样？我觉得上半段挺好，下半段有点秃了。啊，被搓没了。是的，大家看缆车排队，还有太多了，雪都被搓秃了。对。刚才追他已经给我累傻了，我在后面全程要基本上是开放弯直板才能追得上他。其实，Eagle 这一段还并不是最佳的坡度。你希望再陡一点？是的，CVB 那种就挺适合我，但是那边今天杀手太多。我哦，差今天第一趟差点被撞，所以就 OK 不在那拍了，没必要。对，今天圣诞节太危险了，就是如果去那个特别陡的坡的话，有点危险。不然就是 ICU 特辑了。对 Squall 感兴趣，想研究、想上手，或者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联系。就是喜欢高速贴地刻滑的，可以考虑一下这项运动。是真的高速，是真的高速。我以前以为我是高速刻滑，而且滑完知道我是龟速刻滑。对，双板也可以达到高速卡宾的效果，这种高速过弯的效果，但是它所达到的那种你被离心力或者说什么力甩出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双板，你毕竟你始终就是你和弯中的距离不会像 Squall 这么离谱，你始终还是就是髋的中心侧进行左右移动，而这个 Squall 是靠你整个身子往弯里面甩，被甩飞出去的感觉，我真的是特别上瘾，也是我一直坚持的原因。我翻译一下，是不是说双板没有办法腋窝贴地，这个可以腋窝贴地？就是你每个弯之间，你的身体的位移是非常大的，就是从这个弯扑到另一个弯那种感觉。对，非常刺激。就是感觉要吃了这个雪道一样。我跟泰尼也非常刺激。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OK， 欢迎关注极客滑行，欢迎关注腾维的小红书。对 Squall 感兴趣，可以看一看他的小红书和抖音，上面有很多他的滑行。也让大家知道硬鞋不只有竞速一种玩法，也有很多玩法。OK， 大家不要忘了订阅、点赞。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我们可以站着。我刚坐下。哎呀！哥，你咋了？怎么回事？哎呀，你这是阴沟里翻船呀！丢人，没看到这树荫。没事，我肯定会剪进去的这个。花絮。哎呀，卡掉。啊哈哈哈。